大家好，今天跟大家分享一篇德国《世界报》的报道，当然也是与中国有关的。觉得文章的观点及读者们的评论也挺有意思。不为人知的巨型联盟，世界正在重新排序，而欧洲靠边站。在中国和美国的竞争推动下，数十亿消费者的新自由贸易区正在亚洲出现。迄今为止，欧洲一直被冷落在一边。现在为了解套，布鲁塞尔正在与北京的另一个竞争对手建立一个出人意料的联盟。兰格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贸易政治家，他担任欧洲议会贸易委员会主席已近7年，因此这些缩写从这位社民党政治人物嘴里轻车熟路地蹦出来：东盟、CPTPP、ACEP， 然后短暂停顿，纠正自己 RCEP。此前他一直使用英语发音。这3个缩写代表了亚太地区的主要自由贸易联盟。即使在喜欢缩写的布鲁塞尔，专家们也发现很难跟踪该地区的动态发展。在过去的3年里，那里出现了数十亿人的新自由贸易区，涵盖了全球经济产出的巨大和快速增长的份额。贸易自由化现在集中在亚洲，主要是因为该地区在未来10年仍将是全球增长的中心，兰格说。尤其是中国，最近一直在推动世界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去年12月，15个国家签署了 RCEP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的协议，这是世界上最大的自贸区，拥有22亿人口。观察家们认为，由中国政府大力推动的东南亚10国与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联盟，可能会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该地区的经济主导地位。这就是为什么让人感到意外。本周有消息称，中国想加入另一个太平洋自由贸易联盟 CPTPP， 一个最初由美国推动的对抗中国在该地区主导地位的协议。事实上，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竞争正在推动该地区的自由贸易。鉴于人民共和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力量，当时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美国是一个太平洋国家，该地区的关系是外交政策的优先事项。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推动了跨太平洋自由贸易区 TPP 的项目。奥巴马的继任者、自由贸易区的反对者特朗普退出了该项目，但其余11个参与国，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和越南，在没有美国的情况下重新开始谈判。2018年10月，他们联合起来形成了 CPTPP 自贸区。CPTPP 实际上是针对中国主导地位的联盟，并且已经举行了初步会谈，而中国想成为其中一部分，这一事实更加令人吃惊。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即将离任的所长费尔伯迈尔认为事情不会发展到这一地步。中国对参与 CPTPP 意在挑衅。这位贸易专家说，北京是想通过此事发出这样的信息：你们看过来，拜登无能为力，现在中国正在占据本应属于美国的地位。在亚洲地区的地缘政治斗争确保自由贸易蓬勃发展的同时，欧洲在自己加强跨大西洋贸易关系的努力中却失败了。由于欧洲的政治阻力，美国和欧盟之间的 TTIP 协议事实上已经失败，而与多达12个南美国家取决于如何计算的南方共同市场协议的批准，由于许多欧洲国家的对环境问题的担心，有可能落空。与加拿大签订的 CATA 协议本应成为其他条约的范本，但自2017年以来，欧盟27个国家中只有15个批准了该协议，德国也还没有批准该协议。太平洋地区的巨大活力，但同时跨大西洋贸易关系却停滞不前，正在引起布鲁塞尔的警觉。欧洲正面临着在全球贸易中失去重要性的危险，西蒙警告说，他是基督教民主联盟 EPP 集团贸易委员会的成员。太平洋各国越来越强大，而我们却越来越弱小。欧盟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一市场，我们有分量和一定的贸易能力，但我们的人口正在萎缩，我们越来越弱。其他人看到这一点，并想利用它。他和其他观察家看到的巨大危险是，太平洋地区的新贸易区块从长远来看将变得如此强大，以至于他们将在未来制定全球标准，例如在环境保护、禁止强迫劳动和童工或消费者保护方面。如果其他贸易区块将来在全球范围内定下了基调，我们可能被迫降低我们自己的标准，西蒙说。例如，
当涉及到消费者保护时，中国的想法与我们非常不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创建对我们来说意义重大的标准的大市场。科学家们说，自由贸易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绿党的一个意识形态问题。你可以在目前的选举宣言中看到这一点。利用贸易政策来实现环境政策目标是很棘手的。这样做有可能导致贸易政策失败，但看起来绿党想继续这样做。欧盟可能会继续与各国签订个别协议，这些协议规定的一体化程度低于失败的 TTIP， 公众关注度也比较低。布鲁塞尔最近与新加坡、越南和日本缔结了协议，例如欧盟委员会目前正在与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尼西亚进行协议谈判。欧洲的优势，欧洲人也正在与印度重新进行谈判。几年后，印度将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经济体。上周末，双方在一次视频峰会上就新的谈判路线达成了一致。贸易政策专家兰格说，与印度的谈判有了巨大的进展，这连我都感到惊讶。自2013年以来，欧印谈判几乎原封不动，但现在双方在谈判中设定的目标是非常宏大的。印度拒绝了北京在2019年推动的 RCEP 协议，大概也是因为中国在该项目中的主导地位。因此，两个亚洲巨头之间的竞争可能成为欧洲的优势。德国知识点评，这文章的作者对印度太乐观了，这也是西方的通病。即使现在印度疫情完全失控，他们现在仍旧认为可以拉印抗中，也难怪他们的政客连自己本国的情况都搞不清楚，又如何懂得其他国家的情况？这些政客属于各个党派，靠拉票选上去，很多人根本就没有任何专业知识及执政经验。另一个致命的缺点是，很多人相当政治挂帅，所以这些因素决定了一切都是缘木求鱼。印度除了人口数量与中国旗鼓相当，其他任何方面都落后中国几个数量级。西方出于反中抗中的需要，以为把印度拉出来就能达到他们的目的，简直太可笑了。好，我们接着来了解一下德国读者的想法，我也按关注度来翻译吧。欧洲必须被气候搞残，然后中国人笑翻了，美国佬直摇头。但我们可以穿着破裤子和脏衬衫说，我们的二氧化碳排放成绩单超级漂亮。上面有个人 Dieter 的，然后呢，这个人回应说， Dieter， 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不仅仅是欧盟好吗？如果其他国家不一同努力，欧盟做到气候中和的意义又何在？只要世界允许，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将继续优先发展经济，先不管气候。如果世界灭亡，中国将直接殖民火星，他们已经有了雄心壮志，他们将与马斯克的后代瓜分火星。欧洲没有未来，他正在毫无防备地放弃自己的文化，允许自己越来越多地被伊斯兰团体渗透。经济上，欧洲作茧自缚。颁布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天真的绿色协议和给贫穷的南欧国家处理债务烂摊子。军事上，他软弱无力，甚至不愿意保护自己的领土。在政治上，他让自己被布鲁塞尔的庸才技术官僚们牵着鼻子走。另外，在所有相关的欧洲国家中，完全错过了数字化，欧洲等于无望。当中国每年有30万名新的工程师，并且已经在利用太空中的卫星研究 6G 时，欧洲继续在建自己的空中楼阁，认为自己可以指手画脚，还没有意识到欧洲正在变成一座工业博物馆。在人口方面，欧洲大陆和欧洲的土地一样，将成为欧亚大陆的一部分，一个无足轻重的部分。中国的火星车正在登陆火星，而德国正在搞性别认同。我们接收了数以百万计的经济难民，而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却没有接受哪怕一个阿拉伯移民。谢谢你，你说的东西非常贴切。中国的火星车正在登陆火星，而德国就住在月亮后面。阿拉伯人对社会来说真的很无用，因为他们被宗教污染了。说实话，欧洲正在走向衰落。在国际比较中，欧洲的创新太少了，太多的学者忙于那些不创造价值的话题，人员和公司被掠夺，因为社保成本已经失控。我们也必须能够承认，亚洲已经超越了欧洲，去过那里的人才知道，欧洲从来就不是一个真正的欧盟，
而是一个在绝望的布鲁塞尔行政机构的统治下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国家的集合体。现在的情况就是结果。如果我们诚实的话，该承认欧盟甚至更多的是德国已经完蛋了。中国在非洲有经济存在，中国、印度和俄罗斯在亚洲有经济存在，美国非常有可能不能解决国内问题，至少民主党人做不到。德国的左翼绿色意识形态在世界上是没有机会的。我只是担心，当一个德国贝尔伯克总理被其他人嘲笑时，他会如何反应？在我看来，他对这个世界的现实情况没有感觉。在他的领导下，新冠强迫将被环保强迫所取代。欧盟正在带领我们走向发展中国家，伴随着无节制的移民和世界范围内的气候目标的推进，我们最终将进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最后只能用道德来吹吹牛。委内瑞拉和古巴向我们问好。教育是我们的资本，几个月来，政府没让我们的孩子去上学。德国的政治不是为了人民谋福利，更像是宗教团体。想象是我们的资本，而中国把他的勇士们送到美国、加拿大和英国。中国早已超越了欧洲，正在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强国。这个国家在所有领域都有了巨大的发展，如今拥有一个非常强大和非常现代化的工业体系。与德国不同，中国扶持它的工业。在德国，中小企业根本得不到支持。今天，员工们的工资很高，并享受社会福利，环境保护也通过不断的新增的条款得到的改善，但只在技术上可行的范围内。在德国和欧盟，政治在损害经济，通过越来越不被人理解的意识形态和措施来破坏就业。这些都是我做一个企业家的切身体会，因为我的公司每天都与中国有非常好的业务关系。而且我从2003年以来就定期访问中国，那里也没有强奸和暗杀事件，因为他们根本不让这样的人进入中国。鉴于我们的政客的素质、无能、不忠，可悲的是还有腐败。令人不解的是，我们并没有进一步崩溃。德国知识点评，各位看到了吧？这些读者评论几乎都是吐槽他们自己的政府的，而这个大联合政府起码有一半的人是投票选举他们出来的啊，现在照样不满意。其实啊，整个西方社会都弥漫着一种悲观的气氛，不仅在欧洲，听说在日本也一样。主要还是与中国蒸蒸日上相比，西方在相对衰落。相对衰落大家应该懂得啊，不是说人家真的退步了，而是中国发展太快，就显得他们貌似退步了。从我所在的德国来说吧，过去20多年确实有所发展，但很缓慢。有些方面，比如说像治安还有社会风气方面，我觉得比原来差了，这也是事实。欧洲最好放弃对俄罗斯的厌恶，这是个巨大的国家，有所有的自然资源，有了它，欧盟将成为世界上强大的一部分，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普京也不断向欧洲伸出橄榄枝，我们应该接受它。中国是一个更大的独裁国家，很显然，这根本不会干扰我们的贸易关系。至于欧洲人民，与其引进对我们的文化陌生的地区的移民，还不如推行合理的家庭政策，除了大量的财政支持，直到第4个孩子，还包括免费的日托中心、全日制学校，方便家长的工作安排，以及住房和住宅建设补贴。这些钱从哪里来？把用于安置移民的500亿欧元用到这里来，完全可以支撑很长一段时间。在所有方面，欧洲都落后了。与中国没有公平的贸易，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人应该醒醒了。在布鲁塞尔，能正确读出几个缩写的发音就被认为专业过硬，而兰格先生似乎连这一点都做不到，这实在令人感到害怕。除此之外，欧盟当然又错过了一切，然后又对欧盟在成员国中接受度越来越低感到惊讶。关于与印度的可能联盟，一个拄着拐杖的盲人都能看到，一定要这么做，因为除了中美之间的竞争，未来10年会被中印之间的竞争所主宰。印度的 GDP 比德国小，但中国的 GDP 是德国的4倍，而且还在增长。欧洲，尤其是德国，最好是保持中立，继续关注全球化。中国早就认识到，
与欧盟和美国的贸易协定正在变得非常困难。去年12月，15个国家签署了 RCEP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的协议，这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拥有22亿人口。这就是成功的反制措施，让欧盟头痛不已。印度在未来将是极其重要的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一个非常年轻的国家。中国的人口问题会比我们更严重，到那时印度的机会就来了。而且比起那些没有任何道德和伦理的社会主义资本家，我更喜欢印度人。印度人有道德和伦理，种姓制度，对妇女的蔑视，童工等等。印度并不是像中国这样的主要市场，如果欧盟继续敌视中国，印度也无法取代中国。可能你说错了，印度也是一个巨人，可能是被低估的巨人，还没有达到中国的程度，但他的人口已经远远超过了中国。德国知识点评，这个人认识事物有些肤浅，他以为人口多一定是好事，但不去仔细分析印度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口组成。看见那么多喝牛尿的、吐牛粪防新冠的，我敢说印度无法赶上中国，当然人口可能已经超过了中国。最主要的是我们有自己的价值观和标准，但我们在吞下由此导致的恶果。德国知识点评，这篇文章其实在结尾处画了重点，那就是欧盟与印度重新谈判的目的是拉印度来制衡中国，但竟然除了1-2个人提到印度，几乎没有德国读者对印度感兴趣，根本没想起有个印度这样的国家。看来在欧洲人眼里，印度几乎成了可有可无的国家，太讽刺了。各位观众，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结束吧。在这里我想提醒各位我还有另外一个频道叫刘德华。如果大家在这个德国知识频道没有见到我更新，很可能我被禁言了，或者是我的频道被关闭了。在这个情况下，请大家务必到刘德华那边去。刘德华是留下来的，或是留在德国的华人。留是留下的意思，不是那个歌星刘德华好吧，那我们就到这里，谢谢大家。